用 PCMark 现代摩登办公室场景的续航测试，它由100%放电到3%到它自动休眠为止，总共撑了小时分。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长久以来啊，跟这种 MacBook 相比啊 ，Windows 笔电啊最大的痛点之一啊，就是续航。而且啊，这个差距啊，在苹果推出这种 N1 处理器的 MacBook 之后啊，更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差距。你像啊，这台是我几年前买的 N1 的 MacBook Air， 动不动啊就10几个小时以上。那现在呢 ，Windows 平台也有一些超低电压的处理器的笔电可以使用，但是呢，它们的续航啊，跟这种 N 系列的处理器比啊，还是差了一大截。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说啊，只要不接电源，这些 Windows 的低压笔电啊，不管在流畅度啊或效能表现啊，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那像 Mac 呢，它是不管是插电跟离电，效能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也让啊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 ，X86 笔电啊就是耗电。也因此啊，ARM平台啊，它前阵子啊就推出了使用简单指令集的 WOA 笔电，它的续航啊虽然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没办法接受的一个点啊，就是它的软体效能度啊远远比不上X86 平台。虽然说已经改善很多了，但是啊像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些专业软体啊，就是不能玩，不然就是需要透过转译。而X86平台的一个祖师爷啊 Intel， 它也不是没有想过啊要改变这个现状。因为啊，自从啊 MacBook 啊抛弃了 Intel 处理器之后啊，他们也是有痛定思痛，在想说啊，要怎么去改善处理器的架构，然后啊让续航变长。那这次啊，他们推出啊有史以来啊架构啊改动幅度最大的新处理器 Lunar Lake， 期望啊能够颠覆啊几乎啊已经可以说是诅咒这个续航困境了。那这次阿达也拿到这个来自微星啊最新的商务笔电 MSI Prestige 13 AI Plus EVO A2VN。来看一下这新的一个 Lunar Lake 的笔电有没有改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跳过开箱啊，它所有的配件就是笔电，还有一个变压器、充电线跟简单的说明书，维持它的传统，就是非常的简洁啊。我就觉得微星啊，它蛮幽默的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变压器其实也很小巧，对不对？但是它的充电线却这么大一个。它这个变压器本身啊，提供了65瓦的 PD 供电，但是呢，这两个加起来却超过340公克，这条线非常非常重。我个人是建议啊，大家自己去买一个 PD 供电超过65瓦，就可以为这台笔电充电。你带这个出去啊，真的实在是太重了。那我也觉得说，微星啊，如果可以的话，这边就附个接头嘛，或者说你就附一个 PD 的比较小一点的充电器嘛。这个充电器，我就觉得含线实在是有点幽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笔电本体啊，它的机身尺寸啊，它只有299乘210乘以16.9厘米。目前啊，只有这个新城灰种配色，跟之前它的另外一个机型啊 A1N 长得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啊。它机身是采用镁铝合金跟一个叫半固态射出成型的 ATT 的一个工艺啊来打造，并且它还通过啊 810H 的一个军规认证。机身表面啊摸起来相当的滑顺，不过我是觉得有一点会沾指纹啊，但是不严重，擦一擦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萤幕部分，萤幕部分搭载了一个 3.3 寸 2.8K 的萤幕，那比例啊是16:10，采用 OLED 萤幕，它有透过 VISA Display HDR500 的认证，也有 DCI-P3 啊100%的一个色域，不管是文书处理啊、看影片或打电动啊，都有不错的一个画面表现。但是在萤幕上方搭载一颗500万画素30帧的一个 1944P 视讯镜头，这也是比上一代提升的一个部分。那支援 Windows Hello 的一个人脸辨识功能，而且它还有一个硬体镜头开关你可以直接手动把这个镜头关起来，我就觉得非常方便那另外它一样搭载3麦克风的一个阵列设计，可以360度无死角的收录声音，再搭配AI 降噪技术，在嘈杂环境中依然有相当不错的一个收音品质。处理器部分则是搭载了最新的 Lunar Lake Intel Core Ultra 9的一个处理器，还有全新架构X12的一个核显。那再加上它的 NPU 全机可以提供最高120 TOS 的一个算力，全面超越Copilot Plus 的 PC 的一个性能需求。表现的部分我们在后半部会直接实测给大家看。A2VN 它支援单手开合萤幕上盖，最大可以整个180度完全摊平，而且它采用87%的一个剪刀脚键盘。按键之间的间距是 0.4 公分，跟之前的键盘配置最大不同的就是右下角的 Ctrl 键变成 Copilot 键。那它的键帽高度是 0.1 公分，支援单色背光，而且有4段的一个调整。键盘手感一直都是我觉得 Prestige 表现最好的一个部分，因为再加上它键程还蛮深的，还有一个 0.4 公分的按键间距
我自己是可以直接盲打的。在它键盘右上角的电源键支援指纹解锁，它的电源键高度大概是贴起机键，跟它其他按键有形成一个高低落差，有助于辨识跟减少误按的风险。它的位置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它在 Delete 键旁边，幸好是它高度不太一样。那 A2VN 呢，它的机身虽然很轻薄，但是呢，它不会像其他品牌IO 部分就给的很不干不脆在它的机身左侧，它配置了一个 HDMI 2.1 的一个连接副，支援8K 60Hz， 还有2组Thunderbolt 4连接副。那另外还有状态灯跟指示灯，还有一个 3.5 厘米耳麦孔。那在它的机身左侧呢，则是有一个 USB 3.2 Type A 的连接副，还有一个 microSD 的读卡机。原则上我是觉得一般笔电你所需要的 IO， 它几乎全部都有。那它的散热开孔部分是集中在低键的一个区域，还有转轴处也有开孔。另外在低键的左下跟右下也各另外配置了一组2瓦的立体声喇叭，音效大家可以听听看。那要升级也很简单，你只要卸下底部所有螺丝就可以取下低键的一个背盖。不过能换的东西不多它的散热是采用单风扇加导热管的一个设计，占据整个机身里面最大面积就是那个75瓦时的大电池。那它的处理器就是在散热片下方，我就不猜了。Lunar Lake 的那个记忆体跟 CPU 它是一起进行封装的，所以它的记忆体不能扩充。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记得你的后缀一定要选8结尾的，就是32GB 的 RAM。如果说你在意记忆体的使用的话，我个人还是推荐预算够直接上32GB。那唯一可以扩充就是 SSD， 它内建的 SSD是 WD 的 SN550的 1TB。那接下来我们谈谈软体跟系统部分，它搭载最新的 Windows 11 24HN 的一个专业版，那里面也有微软最新的 Copilot Plus 的 AI 助理。透过它全机的算力高达120透视的关系所以它能够本地端的使用多个 AI 应用。它内建新版的 NSI Center使用了最新版的一个微星 AI 智慧引擎，它能够针对使用情境自动去调整硬体设置，实现最佳的能效表现。虽然说 Copilot Plus 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会用到 GPU 来进行本地端运算，不过它不管做什么事情，它还是会连接到网络上，而且断网了还无法使用。那另外它的 NPU 只有少部分的应用，像 Windows 工作室Studio Effect 这一堆软体，它才会调用到。还有测速软体会用到，你给它这么高的 NPU 算力，目前认真说是还没有什么作用我是觉得这个生态部分微软真的还是要多加油人家硬体都做出来了，结果你东西还是没有做好，这一点就有点漏气那接下来我们讲到效能部分，它搭载 Intel Lunar Lake 架构的 Core Ultra 9 288V 处理器，它采用一种叫混合核心架构，包含4个 Lion Core 的性能核心。有4个 SkyMount 的效能核心，而且删除了 Intel 一直以来的超线程的一个技术，再加上它采用了台积电的 N3B 工艺，还有 N6 工艺，它并没有使用自家工艺，它这一次只用自己家的一个封装技术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改进呢，带来了每瓦性能的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可以在保持高效能的同时还可以显著的降低功耗，再加上记忆体跟处理器封装在一起，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可以说是为了降低功耗而存在的。那我们接下来简单先看一下跑分部分，用 Geekbench 呢去进行测试，它的单核成绩是2767分，多核是10902分。那Cinebench R23呢，单核是1939分，多核是9584分。跟自己前一代的 Ultra 7 15H 相比单核它提升了32%，那多核则是因为没有超线程，只是减少了15%。它 SSD 部分呢，用 DiskMark 的进行测试呢，得到读取是每秒3812 MB， 写入是2273 MB， 算一般般使用快乐表ATTO Disk Benchmark 的测试读取最高是4580，写入是3170。生产力部分 ，Mac 最厉害就是它不管插电不插电，它表现是几乎都没有差的 ，Windows 就会差很多。那以这台 A2VN 来讲，它 PCMark 时如果在插电的情况下，跑分只会得到5928分如果你把电拔掉它会变成4798分。虽然听起来有减少，但是比前一代差异还是差很多的。另外PCMark 延伸办公场景插电不插电的表现，大家可以直接看图。接下来使用 Proxy 去测试Office 的生产力表现，得分是6799分
Adobe Photoshop 跟 Lightroom 的生产力测试是5236分 ，Adobe 的 Premiere Pro 呢这个分数3544分。那如果使用AI 绘图 Stable Diffusion 它的成绩是2081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部分的理论性能表现。在专门测德瑞特 X12 的游戏表现的 TimeSpy 上我们得到的分数是3949分。那 Lightroom 则是26503分。专测 D-11 的一个 3D Mark Fast Try 呢，得分是7127分。专测光追性能表现的 ProRes 则是2096分。另外测试XESS 开启后的一个效能，最多是得到 148.9% 的一个帧数提升。那刚刚讲的都是理论性能，接下来我们直接来实测它的游戏表现。另外在开始测试前，像这台 A2VN 它在玩Cyberpunk游戏的时候，不管你插电或不插电，它表现几乎一样，因为它的处理器 TBT 的功耗被限制在30瓦。那我实际看它最高也不会超过35瓦，所以接下来除非我特地去讲，不然的话全部都是不插电的。另外，只要有可以开加速，我都会开加速就会开 FSR 或 XESS。在效能模式的部分，我是开了极致效能。首先是碧血狂杀2以德瑞特 X12 那 1080p 低解析度，不开 FSR2， 它平均的帧数是32帧。那同样的条件下，如果我开启 FSR2 呢，它插电状态下是44.37帧，不插电是43.6帧，所以它两个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是误差范围内。那极限地平线5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进入游戏的时候，它会跳出显卡不支援，有点尴尬。不过呢，这个游戏是可以正常进入，而且游戏表现也是正常的，也没有破图之类的。那在离电状态下，我们开启 FSR 2.2 的性能档，在 1080p 的中画质，它跑出50帧。那插电呢，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离电模式下，我如果改成XESS 的性能档的话，1080p 的中画质是跑出51帧，跟 FSR 呢差距不大。那接下来是古墓奇兵暗影，在离电状态下，以 1080p 的解析度、最低画质，而且开启德瑞特 S12 进行测试，它的平均帧数是55帧，算是相当的流畅。那如果是再开启XESS 的话，会到59帧。相同的条件，我插电跑，它也是跑59帧，表现是真的完全一样。最吃性能的那个 Cyberpunk 2077，在不插电的状态下， 1080p 解析度、低画质，开启 XESS 关闭光追的条件它是得到42.42帧的一个表现，算是流畅。但是同上条件我们开启 FSR 的性能档，然后适用优先模式的话，帧数会提升到55.37帧，所以呢 FSR 的表现是好过于 XESS 的。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很多人很喜欢问的黑神话悟空，它也是目前新一代的硬体需求怪兽，一样是在不插电模式，低画质，然后 1080p 的解析度。我们开启FSR 测得是43帧，那在相同条件下开启 XESS 加速的话，帧数是36帧，这个也是 FSR 的表现比 XESS 好。那整体用游戏的表现来看Intel Arc 140V 这组新架构内显游戏部分跟前一代相比，大概有15到20% 左右的提升，但也有部分的游戏跟之前 i5H 表现是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我还是觉得是 Intel 驱动。它还是需要多加油那另外听说20H2在 Intel 系统有很大的 debuff 的效果所以 Intel 最近可能也会释出新的驱动更新。那这部分就要看Intel 之后它有没有更新驱动，还是做其他方式去改进，或者是等微软更新不过呢，这样子的测试表现也代表了 Lunar Lake 是目前几个架构里面算是游戏软体效能性跟游戏表现应该是最好的，因为 N4跟 Snapdragon 的 Elite 都是ARM架构都要转移，所以呢，如果是直接原生游玩的话，还是 Lunar Lake 最好。那在温度控制部分我们用室温25度进行烤漆测试，最热的区域是在转轴处的后出风口那边，大概是45到46度那边。那键盘最热区域大概是在左上角38度到40度，算是稍微温热，不会到烫手的程度。最后我们讲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续航表现部分，我在亮度跟音量都设定在50%的情况下，没有开启任何省电模式 ，NSI Center 设定一个平衡模式，用 PCMark 现代摩登办公室场景的续航测试，它由100%放电到3%到它自动休眠为止，总共撑了18小时10分，比前代的 i5H 长了7个小时的续航，电池容量是一样的应该非常够我们一天出外使用。那使用 Procyon 的 Office 办公场景测试也有16个小时11分的测试。
我一样使用Procyon 的连续播放影片测试它也连续播了16小时42分，可以说相当的惊人。那以续航表现来讲Luna Lake 跟 Apple 的 N3 系列表现是差不多，或甚至可以说是更好的。而且它现在的表现也比自己测过的那个 WOA 机型还要长效。那在日常的使用上续航焦虑很低。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常常被人家诟病的叫 Windows 笔电睡眠喷电的问题。那是由于这次的新处理器的架构，加上它用 PNIC 供电的一个模式的改进它减低了外围功耗的一个原因。我个人实测那个使用睡眠模式，待机3天再度唤醒，我这样子做大概干了2次，大概就是掉3%至4%。我是希望之后再灌更多软体，然后更常使用的状况下，它这个表现不要变了至少在目前这个新机状态下，它的待机续航跟睡眠续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最后总结一下，以实际使用的体验来说搭载 Luna Lake 架构的这一台 A2VM 笔电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最棒而且没有之一的长效 Windows 续航笔电。再加上因为没有离电造成效能大幅度衰减的现象，游戏体验也比以前还要优异。不过比较靠腰一点就是说最近传言说因为 Luna Lake 它采用 NOP 封装导致成本过高加上部分 OEM 厂商抱怨没办法自己去配置机体来调控成本所以 Luna Lake 这个架构出到极巅峰，对不对？而且立刻变绝唱，可能就只有这一代而已Intel 目前自己说Luna Lake 可能没有下一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种长效笔电的话，老实说我不觉得下一代把机体拆开之后续航还会这么好。现在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卖场都是属于秒杀的状态所以这个真的是卖一台少一台如果你的需求就跟我一样，需要一个长续航、流畅性还可以而且还能够剪辑一下影片偶尔简单玩玩电动那阿达不唬烂你。如果买得到搭载 Luna Lake 的一个长效续航笔电，尤其是身上 A2VM， 买就对了。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样开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